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来看到的是普京跟习近平现在互相拥抱，哇，这个图其实坦白讲看起来还蛮可爱的了。这张图片刚刚我们也有讨论一下，其实大家看画面也知道，这个习近平突然张开双手来拥抱普京，那普京呢站在原地，愣了一下，后来还是上演彼此的拥抱情况。那这个拥抱代表什么意思呢？现在啊，《纽约时报》就分析了说，过去习近平跟普京啊会面超过了40次，但是啊，习近平从来没有拥抱过普京。这次拥抱呢，恐怕要形塑本世纪全球两个阵营对抗的基调。那现在呢，中俄联合发出了声明，超过130次的合作，还包括了5个亮点哦。哪5个亮点？大家现在一一来解析哦。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的1万字的声明当中，光合作2个字就出现了130次。那现在5个亮点是哪2个亮点呢？现在就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牛弹琴，他又分析了，说包括了这个图们江出口海的问题，还有共同开发所谓的黑瞎子岛，另外呢还有一起打通所谓的北极航道，明年隆重纪念2战胜利等等，也要重申核战打不赢也打不得。另一个部分来看到的是这个德国媒体也分析说习近平全力支持普京来结束美国时代，主要内容是说北京希望战争持续下去，只是口头上提出解决方法。那其的目标呢是让美国跟其他的盟友忙碌不停，以便自己能够动员军队。北京随时可能在西太平洋发动重大的战争，做好准备。另一个部分呢，普京也谈到了所谓的美元政策的部分他说他们居然在距自己骑着树根的那根树枝，蠢得可怕。怎么说？他说，美国将美元作为外交政策上的斗争工具，是美国政治领导阶层中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另一个部分再看到的是中俄现在太空战力急升美国现在也要推出要推什么新星战计划？纽约时报报道说，五角大厦确信中俄在太空作战取得了快速发展，那对美国的地面部队还有其他的军事资产以及地球轨道上的美国卫星的威胁越来越大。那为此呢，美国的国防部正在提出所谓的新星战计划，来取得新一代的陆基和太空工具，来保护所谓的被攻击的卫星网络。那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扰乱或瘫痪整个轨道上的敌方太空船。再来看到的是中法俄乌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呢？因为现在马克宏好像这个动作让他觉得看得有点不太明确，因为法国要邀请俄罗斯来参加所谓的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传出白宫为此不悦，到底怎么回事？主要是诺曼底的这个登陆纪念活动主办单位突然宣布向俄罗斯发出邀请，让西方各国措手不及2位美国的政府官员表示白宫对法国这样的举动并不高兴。那英国的政府官员是说，不止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邀请，5月招待习近平以及派这个代表参加普京的就职典礼，法国的行动都让人不安。那现在看到乌克兰的部分乌克兰总统的泽伦斯基他拒绝马克宏的奥运休战提议，他说他不相信马克宏，他说谁能够保证俄国不会利用这段时间将军队带到他们的领土上，所以他反对任何落入敌人手中的休战协议。那他现在找谁搬救兵呢？他是不是找中国来搬救兵呢？泽伦斯基呼吁加入和平谈话，说中国对俄罗斯其实是有影响力了。他说把这个中国拉进谈判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对俄罗斯是有影响力。那再来看到的是看中国幽灵跟法国的新克里多尼亚群岛的暴动到底会不会有互相牵连的一些观念呢？现在就报道说，这次的暴动呢，是因为选举改革招致独立党人士不满，引爆了中国阴影呢，也在舆论上持续关注他甚至呢，法国的参议员他就说，有一种看不见的干预是最可怕的，这个呢就是来自中国的危险。中国呢就是看着所谓的新克里多尼亚群岛呢落入他们的手中。他说这个发生暴动之后，法国当局竟然禁止当地民众使用所谓的海外抖音版，发生这样的情况。话过来先请教一下介大使，介大使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跟普京这样的拥抱，是不是双方有达成某方面的一些默契跟一些情况的情形？对，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就跟很多西方的这些专家的分析是美国的因素促成是这个大陆跟俄罗斯越走越近，那这个过去看起来就是说还没有走得这么近为什么越走越近呢？当然因素还是美国，是因为美国
对俄罗斯来讲啊，这俄乌战争一口咬住俄罗斯啊，这个毫无松口的可能，而且是越咬越紧啊，越咬越重。那前一阵子你看，就是说俄罗斯开辟第2战场打哈尔科夫，是在这个新的战线以后啊，你看美国立刻给了4亿美金，然后呢，这个布林肯又亲自跑到这个基辅去，然后呢又追加20亿美金，这个军援什么原因呢？就是怕这个乌克兰撑不住啊。是，那俄罗斯心里非常清楚，其实当时啊，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啊，当时俄罗斯是重军直插这个基辅，把基辅团团围住。那后来俄罗斯撤兵了啊，从基辅的周边啊，把它重军撤回以后啊，其实俄罗斯当时讲好的，也就是说我撤回以后，双方就开始谈判，那么把一些历史因素啊，把它厘清。是谁不愿意让俄罗斯跟乌克兰停火呢？就是美国啊。那所以美国一直就等于借着这个乌克兰战争狠狠的咬住俄罗斯以后呢，这个就不愿意松口，而且是不愿意让俄罗斯啊从这个整个战争的泥淖中能够脱身。美国不愿意停战美国非常不愿意停战，所以俄罗斯的话，即使想要跟美国不要进行这样针锋相对的这样子对抗也没有机会啊。是因为美国基本上就是把俄罗斯说穿了，就是往死里打嘛。对，你碰到人家往死里打，人家就要突围，那就要找朋友。所以俄罗斯对中国的这个依赖不管是物质上、心理上可以说是越来越重。所以普丁一上任以后他这个新任的一上第一个出发就是去哪里？就去中国大陆。那在这个俄罗斯自己政府的评论就是说，普丁借着去就是说上任以后第一个选择的外访的国家就中国就是要凸显俄罗斯把中国视为俄罗斯重要这个外交战略的盟邦的重要性，重要伙伴。那所以这个很清楚。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虽然去年的时候这个习近平跟拜登有见过面，见了面以后好像双方关系有这个止跌企稳然后呢回温的形象。可是呢，最近中国大陆不管见到布林肯还是这个王毅跟布林肯讲的时候，他说你们怎么老是说一套做一套对，讲得好好的，对不对？结果呢，你的行动通通都没有变。过去是什么？台海、东海把它搞得很紧张，现在把菲律宾也推到前线，推到南海，不断的跟菲律宾进行什么有史以来最大的美菲的军事联演，肩并肩，出动兵力总共加起来14000驶向空前，这是干嘛？对，不是要把跟这个拜登不是跟习近平说两边关系要能够止跌企稳吗？结果这个做法上好像正好背道而驰。另外，中国大陆、美国前一阵子拜登总统又宣布追加对中国的关税，对不对？对这个汽车、电动车100%，电池100%，然后呢，这个芯片50%。然后还有什么口罩什么全部都给你加征关税，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美国是敌是友现在已经清楚了。要跟美国全面的进行怎么样对抗的话，它需要海外的盟友那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高度互补。中国需要市场，俄罗斯有市场；中国需要原物料，需要农产品，俄罗斯有。那么在军事上的话，两边都是核武大国，两个核武大国在一起的话，请问一下，美国没有什么戏好唱？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眼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正在为了就是说台海未来可能的冲突在做各方面的准备。除了自己军事上准备的话，外交上准备就是俄罗斯。那么还有这个整个战略上准备也是俄罗斯。所以你这次看这个普丁到中国大陆受到高度的这个欢迎跟接待这是背后有很深刻的原因的存在的。好，请教舰长。美国要推动新的新战计划它其实应该先爬梳一下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91年苏联为什么解体，其实是更早以前，美国就是
提出了星战计划。是，那当然，当时的俄罗斯当时的苏俄就要与之竞争，可是俄罗斯并没有，它的经济的实力以及它的军工复合体，所以俄罗斯的那个时候苏联的经济跟不上，这个是它瓦解其中的一个原因。那现在美国你连这个各种的卫星啊什么，你都要马斯克来帮你打，代表了你政府预算够吗？其实你是不够的。那而且呢，之前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新闻内容啊，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神龙无人机啊，就是在亚轨道上面运行的这个神龙无人机，它可以释放出来6个像微卫星一样的环绕，而且通过北美上空的时候，美国自己承认它还有接收到很强烈的电波，然后也就代表着你美国已经不行了，中国迎头赶上。那你说，那我再拿出一点证据来讲好了。这个是法国的媒体啊所提出来的，也就是美军现在对不起啊，北京现在正在建构这个太空的情报的所谓的珍珠链啊，那其实涵盖了整个印太区域。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来看这张图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现在大家一直在讲菲律宾，可是菲律宾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随便一个动作、一个 moment 啊，结果就被中国海警或者是解放军发现，因为它在空中是有遥感41这一颗卫星的，这一颗卫星难怪逃不过法眼。对，它逃不过法眼的。然后这一颗卫星呢，我们这边看到它这里的主镜组成是这么大的4到5公尺的一个界面，而且中方还自己研究了这样一个遮罩，可以是它在空中的位置以及当时的太阳位置，然后来遮蔽太阳以及遮蔽月亮的反射，那让它的镜面可以看得最清楚啊。那我们大家看，这好像没什么啊，这个镜面5公尺好像没什么，这个镜面的大小正好就是美国 KH-11的这个间谍卫星的大小。这个卫星的大小到底可以看到什么？也就是我们现在坐在门口打开，无论是中国时报、联合报或者自由时报，在太空中的卫星可以清楚的看到你看的是哪一份报纸，连字都看得到。对，它可以解析出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只是搞了一个螃蟹船就没问题了。中国不会发现啊。另外啊，我们现在看啊，有关于这个哈尔科夫啊，哈尔科夫我们看到它已经从原来大家认为这是俄罗斯可能的占领的区域，但是现在整个都已经是这个俄罗斯已经承认说它一直接近哈尔科夫，而且甚至西方有一个传说啊，说什么就是这个泽伦斯基在哪照相啊？他在死亡自拍。2022年6月在扎波罗热拍，2022年7月失手。那其他的大家可以看着办。可是呢，我们看到2024年5月15号，就前几天，他在哈尔科夫拍了，所以哈尔科夫沦陷就在眼前。是，好，请教斌哥。我一直在讲中俄的合作，其实都是被美国逼出来的。那这个2个国家其实本来一直内部都有彼此对对方都有一些矛盾，但是美国现在是逼着这2个国家把彼此的矛盾尽量减少，然后能够进行更多的紧密的结合。那我不知道美国这种战略到底是哪个250想出来，因为这个绝对是对美国造成一个非常重大的麻烦。是因为中俄一旦结合，美国力量就没有办法压制住他们，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美国本世纪最大的战略失误。那可是事实已经造成了。那美国照理来说，他应该要想办法去化解，让中俄之间不要合作。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一直好像在促成他们2个合作，这是非常奇怪。那现在你也可以看到，法国的整个状态是一直在摇摆不定。对，你看普丁的就职典礼，他派人去参加了，然后现在呢，又居然要邀请他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不是个好消息，是表示法国显然想要走自己的路，他甚至可能私下去跟俄罗斯和解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包括泽伦斯基也不太信任他了，觉得说哦，你这个法国这种举棋不定，会不会把我出卖？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其实法国是直接援助乌克兰的国家之一哦。对。那结果泽连斯基对法国充满了不信任，被拒绝。对啊，我觉得这个也蛮奇怪。然后他一直期望中国大陆来帮忙，能够来帮忙，这个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实力原则嘛，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很诡异哦。那问题是，现在泽连斯基认为他还有多少筹码可以去运用？我觉得泽连斯基自己要去想清楚。现在这场战争持续打下去，对乌克兰真的是好事吗？那至于在这个新克里多尼亚这个地方哦，他们现在说哇，这个暴动背后有中国大陆的影子。对，然后讲了一大堆说，因为如果中国大陆能够控制这个地方的话，等于他就大幅拉近他在南太平洋的这个势力，然后呢，距离澳洲也非常近，然后可以掌握战略要地。我觉得这都他们自己在幻想，为什么？因为真正这边暴动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法国人自己要去修改当地的投票制度，是让那一些在这边只要居住10年以上的人都有投票权，这样会大大影响当地原住民的政治权益啊，这才是造成暴动的主因啊。你如果这么担心中国大陆会影响这个地方，那你就不要去改动这个投票制度就好了，是，那就暴动自然就平息啦。还要进海外抖音版，是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做了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在别人的阴谋身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的是苏利文会见沙烏地王储的时候，讨论美沙双边的协议，还有所谓的加沙战争。怎么说？他们双边讨论了所谓一广泛的双边协议，另外还有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那美国是希望能够促成沙烏地以及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并且一直在沙烏地讨论所谓的美国安全保证以及民用核援助的问题。这个是沙以关系正常化一个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另一个部分来看到的是担心冲绳变成战场，现在2000人游行反美军，大家看画面就看得非常出来，非常出来。这个18号的时候，超过2000名的群众聚集在美军基地外面，要求缩减冲绳驻日美军的设施跟规模，而且高喊什么不愿让冲绳成为战场，并且反对扩大自卫队等口号。那现在呢，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呢搭军机访问与那国岛，那冲绳知事呢就说别靠近台湾会引起紧张。冲绳知事就说这个刚谈到的这个玉成丹尼他说这个包括了属于仙岛诸岛的该用哪个所谓的与那国岛以及石垣岛的表示了担忧，说靠近台湾的地方会引起紧张的氛围，我会注意不要引来新的火苗。另一个部分大家看到的是中国现在出招了，美国是不是在瑟瑟发抖当中呢？现在包括了对从台还有美进口的所谓的共具巨甲醛反倾销要立案调查。5月19号呢，对原产于欧盟、美国以及台湾地区还有日本进口的共具巨甲醛进行所谓的反倾销立案调查。截至2024年2月开始全球的巨甲醛的产能共计有190万吨一年左右以上。那中国呢，在产能原本是占全球的产能大概26%，那中国的巨甲醛的产能比较高，达到了28%。那这个东西能够干嘛呢？这个东西主要是可以包括说可以代替所谓的铜啊、锌啊，还有锡铅等金属料材，包括还可以使用在所谓的汽车配料件、电子电器，还有工业机械等等的领域。那现在美国制裁之后呢，中国也要立即用国产取代所谓进口量子的电脑零件。因为几天前美国扩大了对中国的制裁，那将22家的中国量子研究的主要单位呢列为所谓的出口管制名单。那本源量子呢马上宣布已经在国内制造出相关关键的高密度微波互联模组。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跟中国现在汽车大战现在可是双方的制造商呢是走完全不一样的路因为美国现在主要是走所谓的它退出印度、印尼还有泰国等市场，而且专注在北美市场。可是在此同时呢，比亚迪像这样子的中国公司
的汽车行业呢，现在更进入了所谓的世界的市场。为了进一步出口的投资呢，像比亚迪跟所谓的上汽集团呢，都投资了所谓的汽车运输船队，甚至大家非常关注的小米 SU7 的 Pro 已经提早12天开放交车了。执行长雷军呢，还亲自直播来试驾，这试驾画面也曝光了，而且他在直播当中怎么宣布？他说小米 US7 Pro 提早12天在北京跟天津开放交车，所以看起来这个消息是对中国大陆民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消息。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中美关系现在是不是要有点和缓感觉？因为我们刚刚说中国的产业呢，从中国走到了世界，也要让世界走进来中国。所以现在包括了美国的学生也参观所谓的小米总部哦，数十名的美国学生哦，到5月17号到23号呢访问北京，他们参观了小米总部，而且这个刚刚提到的 US7 的这个台车吸引了学生的一个注意哦。美国大学生说很高兴可以从不同的世界能够看不同角度看到世界，来到中国走一走，听一听。有更宏大的认识，那这也是习近平在去年11月宣布邀请5万名美国年轻人，未来呢5年也要来访问中国。华古兰先请教一下介大使，怎么看现在包括了苏利文跟沙烏地王储的讨论情况？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沙烏地虽然跟美国之间有很多的这个不同可是在过去冷战开始一直到前几年美国跟沙烏地关系都非常非常密切。是。对，最主要因为这个当时沙烏地的國王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曾经跟美国签了一个协议，就是说他的美国保证沙烏地安全，那么沙烏地做一件什么事情？沙烏地所有石油的买卖都用美元，这个就是美元的霸权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当然，美元的霸权不是只有这个基础，可是石油，尤其沙烏地还有这些海湾地区国家的石油在买卖石油都坚持使用美元，事实上是对美元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对美国的经济、美国国际地位都非常非常重要。是，各位可能不记得，当时伊拉克海珊其实他一直反美，他最先是美国人扶植出来，后来反美，美国人从来没有打过他。后来为什么要打他呢？或者我们灭掉他？就是海珊决定伊拉克的石油通通用欧元结算那个欧元推出来以后，海珊是第一个响应的，这个就彻底击中了美国的软肋，所以造成他最后被美国人这个狙杀最后身上这个命上这个脚台这个一个惨死的一个结局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这是核心利益是不能够人家碰。虽然美国现在不需要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了，美国自己的油跟沙烏地原油在竞争，可是呢，石油美元对美国来讲还是美国国家今天成为霸权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是，所以呢，你看这个沙烏地最近美国对他的动作非常多，我觉得真正的基本上就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告诉这个沙勒曼王储你最好跟我们合作，尤其你这个石油美元这个地方原则你不能放。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如果如何那我就没办法保护你的安全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沙烏地现在跟美国在美国软硬兼施下我觉得很头痛的。因为沙烏地加入了金磚，去年加入金磚今年的这个峰会最主要的讨论题目就是去美元。是，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美国现在正在施力，甚至前一阵子外媒传出来沙烏地可能会退出金磚会退出有这个传闻，原因是什么？就是美国不要他加入。你加入的主要金砖现在主要的要工作项目就是怎么样？就是退出美元结算机制，对，然后呢用本币交易。中国大陆跟沙烏地阿拉伯谈了很多年就是说我跟你买石油，我付人民币给你可以沙烏地阿拉伯到现在不敢同意。沙烏地阿拉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也很多前一阵子还买了很多武器呢，是，所以他可以直接用手上人民币去支付从大陆买的这些货物或者服务，可他都不敢。所以你看每次现在看到苏利文也去也好，这个布林肯去沙烏地阿拉伯，都是为了我认为归根结底，其他都还是表面，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就是沙烏地石油美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好，我们请教舰长。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制裁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量子电脑了，因为其实量子电脑是下一个世代的一个电脑科技，而且它的运算速度非常快，它的运算速度呢快到可以协助什么？可以协助人工智慧，然后当然航空母舰的设计，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甚至逆中战机它在什么样的角度以及什么样的电磁波上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一些都是透过我们刚刚讲的量子电脑的计算。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就是核武的核分裂的那个速度怎么样可以达到最大化。那这个也就是当我们现在所谓的战略核武缩小变成战术核武很重要的部分啊。那这一些都是量子电脑最重要的部分。可是我们反观一下哦，也就是从川普总统开始他所进行的贸易战，到拜登总统他已经把它改成科技战。现在美国就是透过这样的科技战抑制中国大陆的发展，但是实际上来讲，以我看这么多中国大陆的论文来讲，它是那个一飞冲天的，那美国在后面是望尘莫及的。所以这样的管制，如果说我们细看新闻的内容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知啊，美国说管制，第二天中国大陆就自己说我可以自治。为什么可以自治？因为它早就已经论证好，只是它初期制造的成本稍微比较高。那可是现在呢，你既然已经管制了，我无法取得，那我就改成自治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现在啊，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新三样，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电动车的部分。为什么它可以制造出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从入门款一直到最贵的比亚迪的仰望，它什么都有嘞？其实最重要的，大家不要忘了，也就是它表诸于外的是中国大陆已经成功的进入了工业 4.0。工业 4.0 事实上来讲，也就是我们讲到它结合了网络、大数据、人工智慧以及机械化、自动化的部分，所以它才能达到这个美国 GM、福特也追不上。好，请教彬哥。我觉得苏利文到现在还想要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之间关系正常化，会不会想太多？因为加沙战争打成这个样子，你觉得沙烏地阿拉伯会选在这个时候跟以色列继续谈关系正常化吗？是他这样谈的不是跟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敌，他疯了吗？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会去谈这件事情。那当然，美国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拉拢沙烏地阿拉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持续抓住沙烏地阿拉伯的话，很快他就会倒向中国大陆那边去。对，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在战略上不能接受。可是问题是，美国其实要去想想看，你现在要稳定整个中东局势，其实最佳的办法是什么？最佳的办法就赶快结束加沙战争嘛。没错。对啊，你要把以色列先控制住，就能够控制住中东。如果你控制不住以色列，未来以色列是整个中东乱源的根头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好，就算以色列现在最终攻下拉法，你以为这些阿拉伯国家不会想要报复吗？你以为巴勒斯坦人就这样算了吗？未来这些动乱才真正要开始啊！那美国这么天真，以为就这样就结束就没事了，你就可以压制住吗？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想，我觉得美国人大概是太瞧不起阿拉伯人了。日上到美国去访问，回国结果自己的民调掉了，到欧洲去反而好一些。那中日关系改善会不会更好呢？日媒报道，中国大陆的叫做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即将刘建超访问日本，要做什么呢？有可能针对许多的包括核实吗？因为前天才公布说要取消日本所有水产品的设施啊，会有登记啦。那现在是不是代表要全面禁止？是不是有谈的空间？还有预计在日本期间有没有可能跟多个政党干部会谈，会晤日本的外相等等，再跟美日之间的各种合作做一些拆解吗？那日本的命脉在哪里？当然是经贸哦。所以中
中投投资被形容是有1.24兆美元这么高的一个规格，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锁定日本的中小企业，其实在不景气的情况之下，日本是很需要这些活水的。所以针对这些企业，不管是尖端的制造业、医疗、金融服务，都在进行投资。所以中国市场在这里投资也是一个双方交流很重要的关键。还有日本4月通膨可能会趋缓之后，日银之前要阻止日币再一直贬嘛，那现在日银的策略就陷入两难了。经济学家预测，日本4月份 CPI 会比去年上升2.2个百分比，是近3个月以来最低的，反映通膨在减速喽。那加上日元下挫，导致进口成本的增加，所以民众荷包很多缩水啊，那个也不敢出国去旅游啦。那日银对于进一步升息的控制通膨怎么做？接下来都有很多民众的不同的意见，也是施政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但美日呢，前阵子在各种的合作啦、军演啊等等的这个情况之下，宣布一件事情，是日本的参议院通过的这个叫做自卫队法修正案，将成立的这个统合作战司令部。上个礼拜我们就谈过，但现在日媒来分析，中媒来分析，角度会有些不一样。中国大陆媒体是什么？认为这个是由军事媒体陈虎说天下分析的。他认为呢，统合作战司令部是一个联合作战指挥部的概念哦。军事术语里面只有军种跟军种的装备作战才能叫联合作战，意思就是说要开打一个大的战事吗？那目前这个规模是240人，明年3月就要成立了。这个对日本要跟其他的周边国家的互动来讲，是压力呢，还是军事的自主的另外一种展现？而日本是不是向中国大陆示好？美国媒体就提醒拜登了，他们的这个眉来眼去，需要干嘛呢？承认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吗？这个报道里面是由网易所分析，从外媒华盛顿这边讯息所综合的消息，认为美国持续把注意力放在亚太驻军想要主导，可是呢，中国却在跟越南、韩国、日本都有密切的外交，这个对于亚洲这里对中国的崛起，当然华盛顿就有很大的挑战跟压力。那在日本，刚刚我们前段讲了，在冲绳有很多的抗议行动，认为美军在当地的驻扎还有各种军事行动影响他们的安全，长期限之事也是美国政府预计5月21号要测试在西部内达华州的核实验，其中呢，东京都知事大石建吾就去信抗议了他认为这种试验将加速核武军备竞赛，呼吁美国取消所有的核试验。其中长崎市也向抗议说，绝对不允许进行核试验。这践踏了所有核爆的幸存者，这种是在美国亚临界核子试验，他们日本就很担忧啦，因为毕竟日本曾经是个战败国家，被丢过原子弹，所以当地的民众对于战事或者是各种可能军事冲突的敏感度特别高。例如像这则消息说，日本夜空飘了9道光柱，看起来这是什么？这是外星人吗？还是被打了吗？被攻击了吗？那大家吓坏了，民众拍下来之后引起了一阵恐慌。就专家分析啊，其实这种现象只叫做渔火光柱，只是渔船在夜间开大灯捕鱼，所空气冰晶折射而成的。但其实，在民间的各种平台上面，大家都一阵恐慌，也代表日本一般的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惧亮哥，我们先来看看中日的关系，在跟美日的这个互动里头，三角关系，日本也在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松动嘛。其实中国本来就希望跟日本维持不错的经贸关系了。他也承认日本有很多中小型的企业是有技术的那他事实上在德国、法国也做过类似的事。那后来因为欧盟就比较紧跟美国科技战的脚步嘛，所以有很多东西就限制投资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考验日本就是日本会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然后有很多公司不准中国投资这个还要观察。因为他现在可能比较全面的在找投资的标的，那就是等于是中国在全世界找技术啦。那他有一些管道就是透过投资嘛，有一些是透过跟学界的合作，有一些是透过以前有那个创投去做部分的投资等等他有各种方法那我觉得这个就看日本的反应那日本现在真的有点为难说实在就是我觉得那个美国媒体也是在劝告拜登就是因为中国毕竟是日本的邻国嘛，
事实上，日本在中国的企业啊，超过1万家，是很庞大的存在啊。这个当然是地缘造成的了啊。那而且它在中国有很多是中小企业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要完全跟着美国走，我觉得难度也很高。而且它现在的经济确实就是没有美国好因为美国的2大波的科技的创新，我认为日本都没有跟上。第一个是半导体了，半导体事实上反而美国是散到韩国跟台湾嘛，那台湾就产生了台积电，那韩国就产生了三星，是日本没有所以你看台积电去日本投资，日本那么高兴，失落的30年嘛。对啊，然后你再看手机，日本也没有世界级别的手机可以跟台湾、可以跟韩国、美国、中国竞争啊，没有啊。那你再去看互联网、人工智能，也没有看到日本就是世界级的公司了，没有啊。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怎么办？他事实上经济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一定要。我觉得现在就是在酝酿中日韩的3国的高峰会嘛。实际上，我认为韩国跟日本都有类似的需求了，就是在中国这一波新的，就是具有一定的技术的这个工业的崛起事实上，韩国跟日本都是受害者尤其是韩国就是你汽车被冲击嘛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方面都被冲击了，互联网啦等等电商啦。事实上，现在到日本投资的，也不是日本投资，是直接进去日本的中国大企业非常的多投资非常的多那我们也看到比亚迪声称要在日本成立100家旗舰店，这个就是直接挑战你了。所以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事实上，本来那个日本那个金团联在李克强那个时候，李克强还没有卸任之前，金团联都已经跟李克强见过面了。那后来就是因为福岛核污水就整个卡住了那现在已经多久？又1年多过去了所以日本金团联也感到很无奈就是这个基本矛盾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岸田文雄又去了美国。搞出美日安保的晋级版那你就知道中日关系就是充满了这一类的政治的矛盾或等等或者是核污水的矛盾那使得经济要往前走都一直碰到困难所以我觉得日本就是这样就是他现在大概也发现，大概跟韩国一样就是去跟美国一面倒的结果。自己的经济也没有变好然后呢，你自己的民调也在下降越来越低，对不对？所以你总是要提出一些具体的做法来改善自己内部的经济的状况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跟中国好好谈一谈，恐怕真的很难就是福岛核污水这个问题也是要处理，那中国旅客去日本也是要争取，就是方方面面大概要综合的来谈，才有办法解决了。是。杨老师，在日本岸田文雄其实长一段时间了，选边只选美国的情况之下，现在跟中国大陆关系准备要改善了吗？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第2把交椅刘建超即将访日，那主要的目的跟意义会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一直在讲的5月底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要恢复了，上一次是2019年嘛，不过这一次当然不是在日本，是在韩国的首尔举办。所以你看到上一次韩国的外交部长到了北京去访问个2天，那这次刘建超到日本来，就延续的他之前到美国去，后来呢也跟一些政党跟就是民间团体、经济团体的这个互动。我看日本这边的一般的反应感受都比较冷淡，也就是中日关系，他们基本上不是这么的热衷要去在这个阶段做什么大的改变。关键还是中美竞争对抗的这个大的架构，然后呢，中国认知日本也这么自以为，日本是美国的随附者，不管在经济、在军事，
在政治外交的这个层面哈，大概都是这样，连意识形态或者是思维都完完全全受西方影响，不断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他是支持那个入侵乌克兰俄罗斯的支持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觉得要看的不是刘建超，而是到底就是中日韩呢能不能举办，什么时候举办？因为都说5月底就下礼拜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日期都不知道。日本的经济那现在真的是个问题了。最新的资讯是，明年日本可能变成第5大经济体了，要被印度超越了，挤下去了。去年就被德国超越，它从2010年被中国超越，好久以来70年代到2010年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即使是碰到不景气，即使是碰到美国打压，可是呢，2010年你看去年第3，明年第5，当然这里面汇率的因素是主要。但汇率现在已经变成了长期的所谓的低度停滞通胀的这个问题了，因为它连续3季的 GDP 都没有成长，而事实上还衰弱，而且这个 CPI 也就是一些指数不断有恶化，而又看不到这个货币的问题能够怎么样的去处理，所以美国也不希望它有太高的就是表现，然后它又不断的在买美债，跟英国一样，所以它真的是美国的这个随附者可是呢，尤其是我是觉得日本这方面，就是那个中国大陆有个中投也就是它的这个主权基金底下的一个中央投资机构，已经大幅的进去到日本去买一些中小企业，我们日文叫做什么马奇扣酒丁工厂，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它可以去在现在趁便宜的时候，以前我们台湾也希望能够去，但是呢，大概我们的经济结构跟他们之间没有办法接上。我是觉得日本现在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现实主义的这种格局跟弹性以前它可以有相当的自主性，相当有危机感的。现在呢，它几乎面对这些危机感，自民党无能为力，官僚不比以前，用美国很大的这个压力，使得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层面两边都在闷烧。夏伟怎么看美日共同合作成立的这个统合作战司令部？好，这个东西当然从这个大陆一些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角度来看，好像以为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要把时间轴拉长一点来看，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起于就是2011年的这个东日本大地震。因为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日本自卫队赫然发现一件事，就是他们原有的统合幕僚监部并没有办法在作战这个层面上去有效的协调那个日本的3个自卫队，而且甚至于就是说，如果面临到美军今天像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美军其实出动了非常多的这个兵力来协助日本进行灾后的这个灾难救助跟人道救援的这些紧急行动，发现彼此之间联系之间有非常大的这样的落差，所以等于说也就是说，在东日本大地震已经2019年这个日本的这个台风大灾害之后呢，日本也赫然发现，就是说，因为本身因为过去统合幕僚监部的确是负责日本的类似像我们这个参谋本部这样一个工作，但其实他们也发现统合幕僚监部虽然名为这个好像是要负责这个参谋本部的工作，但实际上它缺乏一个作战指挥机制。所以呢，因为像作战指挥机制是什么时候发现不足，也就是我刚刚讲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发现的。那这个时候，甚至你说如果要跟美军进行横向的这样的联系的话，那统合幕僚监部原先所具备的这功能真的是不足以就是说在战时的时候能够双方做一个紧急的联系。所以当然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那当然它这个联合作战的这样一个那个统合作战司令部组成以后，的确会如果未来日本面临到就是要跟美军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会有更好的作战指挥机制，这是事实。但是呢，就说这个统合这个作战指挥部那个司令部冒出来的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经过日本这一连串这个自然灾害之后，发现不够。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以为说自然灾害跟打仗是不是2回事啊？对不起，其实并不是。像以前我们台湾不管你碰到88风灾也好，或921地震也好，你发现碰到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当一般的这个基层的这个政府，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救援机制等等，也就是政府的这样一个架构垮掉之后呢，军方进来迅速的借由军事指挥的这样一个层级，建立了一个这样一个指挥体系，往往是面对这种大型灾难救助跟自然灾害，他用作战的这个部队的规模来去处理，可能是最快最好的。所以这时候日本人也发现统合幕僚司令部的确有其必要性。为什么呢？在面对自然灾害或是真正作战的行动，才能够组成双方甚至于能够平行联系，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跟驻日美军，最重要是驻日美军，然后进行联合行动。
接下来我们看看法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完法国之后，马克宏又有一个让西方世界出乎意外的行动，准备要邀请俄罗斯来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吗？哇，这个消息传出来，很多的西方欧洲国家跟美国都感到惊讶嘛。这是根据 Politico 美国媒体的报道，他说，欧美各国领导人准备在6月6号要齐聚法国参加这个叫做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包括拜登啊、英王啊，还有肖兹啊，都要出席的。结果突然主办单位却传出来宣布要向莫斯科发出邀请函，让西方各国都措手不及啊！那更激起了巴黎啊、盟国的紧张关系。后来再根据这个媒体去查证，发现主办单位并没有证实邀请哪些俄国的官员，那也拒绝发表评论。那美国政府官员直接说，白宫对这个做法很不满意。英国方面也不满意，他说这次呢，不止这次诺曼底登陆，马克宏月初招待习近平，派代表参加普京的就职典礼，法国的行动都令人不安。欧洲某国他引用的是某国外交官也说，巴黎邀请俄罗斯，让大家始料未及，我们对法国感到沮丧。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就是为了要奥运期间要俄罗斯停火这件事情吗？那么乌克兰却反对哦。泽连斯基公开在媒体受访的时候说，他反对奥运停火。因为他不相信所谓奥运停火有可能发生啊，谁能够保证？说不定是俄罗斯利用这个时候，反而把军队带到我们领土上。那普京也会利用停火期间去整顿更多的装备，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方式是正中敌人下怀的吗？不过在法国有一个地方正在小型的暴动当中，这个是在法国的新克里多尼亚这里发生的一个，这个是法属太平洋群岛一个小岛。那么这次奥运的圣火准备本来要往这里放，可是现在却发生了暴动，所以路线可能会调整嘛。我们看到这画面上面就是有各种的抗议之外，还有烧一些这个物资哦，让这个道路都被封闭了哦。那造成了30年来最大暴动，有6个人死亡。这是一个小岛，只是它法属的其中一个小岛哦。动荡呢，各种的形容词跟可能阴谋论也有。那包括法广就说，是不是有外国势力干预呢？暴动呢，虽然因为选举法改革引起了争议，可是是不是跟当地有丰富的镍矿有关？那么，甚至一直阴谋论认为，中国大陆一直密切的关注当地的政治斗争，想取代法国地位嘛？这当然就是阴谋论的报道。但法国内部的确在各种经济啊，还有奥运要举办啊挑战里头，马克宏有各种要伤脑筋的问题。而欧盟呢？欧盟除了美方啊持续的各种关税开打，欧盟的态度是什么？它对于中国的钢制产品木地板，欧盟又要开始展开跟美国一样越来越强烈的反倾销调查。这是5月17号公布的。对于中国的钢制品、木地板都要调查，那可能在8个月内也会征收临时关税，就例如美国要100%的对电动车的关税一样。所以这个反补贴调查里面，中国大陆的这个玉渊谈天这个媒体账号说，对于欧盟这些发起的手段，中方会不得不祭出一系列的措施予以回击吗？那因为双方的贸易的数字算一算，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像葡萄酒啊、乳制品啊这些欧盟的主要农产品，像空巴，好不好？这些企业依赖中国市场，现在到底怎么对抗？怎么互相？如果来制裁的话，互相伤害会到什么程度？所以呢，现在南华早报报的是说，商界领袖很担心。中国跟欧盟正在走向贸易战，这种反倾销调查已经扩大到电动车、太阳能板这些木板通通都包含了。那甚至7月就要开始征收临时关税了。欧盟商会会长说，根据历史先例他担心会被报复。这个报复对于螺旋式下降的中欧贸易关系来讲，绝对是毁灭性。对企业界来讲，最怕就这件事情。而新苏黎世报的报道认为，欧盟不应该展现出来法国的恐惧因盲目跟着美国的关税政策，这样对接下来欧洲的各种经贸是不利的。其实我们刚才习近平到法国去访问的时候，还跟欧盟的理事长一起都见了面。但显然欧盟现在仍然是以主张抗中的这个路子跟基调，持续的在对贸易紧缩政策当中。亮哥，这个法国要邀请俄罗斯参加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那个事实上他大概看到了中俄的联合声明
说二战的历史是不容抹煞的。当时苏联就是跟西方是合作的嘛，没错。你不能够因为现在你反对俄乌战争，就连这段历史你都不让俄罗斯参加啊！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对他做正面回应啊。因为坦白说了，他奥运7月26在巴黎举办，他现在一方面希望奥运期间能够停火嘛，他甚至还希望能够邀请俄罗斯参加。对呀。那可是他知道国际奥会不会过了那俄罗斯也不会接受那个选手以个人身份参加，所以这个奥运大概是没有办法。可是如果连二战的纪念你都要因为俄罗斯因为在搞俄乌战争，然后去否定当年苏联参战的历史，这个也有点太荒唐了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马克龙是很聪明的，他就丢出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俄罗斯比较有话说，这个奥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就看这个欧洲国家怎么去讨论这个问题了那当然法国也做了另外的动作，让美国非常有意见了，因为普丁的胜选的就职典礼 G7 就只有法国派人去参加那这个美国当然非常感冒了这个真的就比较直接了不过你也可以看到，法国事实上在跟习近平见面之后，法国正逐渐的在展现它的独立自主的思考了。比如说，你提到那个新卡罗多尼亚的暴动，坦白讲你去讲这个地方的历史这个地方以前就是法属殖民地嘛，那现在就是有一些解放组织了。那些解放组织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是支持的那可是现在中国跟法国也在建立南太平洋的合作这个南部战区跟法国这个岛屿3个岛屿要进行合作嘛，所以我不认为如果选举有暴动背后是中国啦，我觉得这个可能太夸大了中国大陆现在大概跟法国要好都来不及了，我还去搞你那个选举是这样，它的争议点是要放宽法国人的投票啦。他如果住在当地，那到底是有多久的资格，他可以在当地投票那这个有争议了，这个是没有错了。那当然就是土著跟法国人的冲突了可是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去介入了，因为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法国控制的中国大陆目前的策略一定是结合法国来对抗美国跟澳大利亚的南太平洋，这样是比较现实的啦。而且在中法的那51点共识声明也有讲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比较乐见中法在这个卡雷多尼亚发生冲突的，搞不好是英美的媒体搞不好是澳大利亚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更高一点那至于欧盟跟中国会不会在电动车因为制裁引发中国的反制这个我坦白讲还要再观察一下，因为德国还有瑞士这些德语系的国家，他们是反对制裁的那法国的制裁也仅限于就是中国车不能得到消费者补贴，那法国车可以得到补贴。那至于像冯德莱恩比照美国的说要提高关税。这种主张，我认为在欧洲还没有共识了，所以还要再观察一下。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在跟习近平的各种互访的行动之后，现在开始居然有一个要邀请俄罗斯代表来参加诺曼底纪念活动，因为这个拜登也会去，英王也会去，他们都整个非常的紧张。普丁不会去了。他们是邀请普丁的代表去诺曼底登陆的纪念6月6号 D-Day， 这个在欧洲的历史，二战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各位知道德国总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去的？一直等到2004年施洛德那个时候他才被邀请去参加这个诺曼底登陆纪念。可德国在2次大战之后，其实对于战争的这个反省历史等等之类，事实上是非常积极，而且跟法国一起都河边
教科书，但即使如此，因为它是侵略方，可是呢，俄罗斯其实一直都有参与，一直都有参与。那冷战之后呢，几乎大概就是一定会有它。冷战期间也因为冷战的关系，苏联去的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代表。那这一次我觉得马克宏当然配合了上一次10天之前普丁就职的时候，法国驻这个俄罗斯大使就等于是代表马克宏去参加他的这个就职典礼，就代表其实一个战略自主、稍微比较有弹性的这个政策，马克宏政策在这个后拜登时代开始展现出来。一方面当然也为他的这个奥运因为他现在非常重视奥运，7月26号开始，大概会长达1个月以上的。我们把那个残障奥运也算进去的话，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这个俄乌战争怎么样的展开跟结束。那其实法国在这里面，那当然要代表欧洲最主要的国家，因为德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团乱这个大概接下来会不会政党轮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法国刚好抓到这个角色，又符合马克宏的个性嘛，对不对？他认为他是戴高乐第2了。然后呢，当然川普会不会在年底当选，这个也会是一个对欧洲安全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先开始布局了那相较于我们上一节讲到日本了，那就不一样，日本就跟英国一样，就在大西洋、在太平洋分别就是美国的一个就是各自的这个随护者，那所以呢也就看不到太多于这种弹性自主的这种政策。马克宏代表的是这个方面。那至于说这个中欧贸易战会不会开打我其实真的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政治性越来越高。但是真的欧洲的消费者愿意接受吗？因为一定跟美国一样嘛，价钱会越来越贵。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可能雷声大雨点小也不一定。法国要什么呢？他只是要这个巴黎奥运期间能够停火吗？但乌克兰反对啊，为什么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巴黎奥运在目前的氛围里头，真的有可能停火吗？好，其实我觉得现在法方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在那个奥运期间能够停火的一个氛围。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次为什么你说马克宏要邀俄罗斯的这个代表来参加诺曼底登陆？其实你大概从以前到现在诺曼底登陆这个部分法方那个说真的跟俄罗斯没有太大关系。虽然说俄罗斯在当时真的在80年前在诺曼底登陆6月6号之后紧接着在德国那个进攻苏联的这个4周年纪念的时候呢，还真的发动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击但是呢，基本上这2个不同的事件。但是就是说他今天马克宏这么做，就是希望能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对俄方递出一个橄榄枝。因为如果在那个巴黎奥运期间，欧洲能够停火，那甚至于如果说在加沙地区也能够停火的话，这是不是显现出今天马克宏在欧盟之中他是具有一个领袖地位的，而且有一个领袖能力的，然后能够促成俄罗斯还愿意给你马克宏这个面子，在这个乌克兰这个战役期间这个期间都还能够停火的话，那是不是无形来说也垫高了，或者说增加了马克宏在整个欧盟里面，或者是在北约里面对俄罗斯或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事务的这样一个话语权，而